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Riti。Hello， 大家好，这是野莎。Hello， 大家好。根据2023年心理健康白皮书，上面写到18到35岁的人群里，74%的人承认因自己的外貌产生过严重的自我怀疑。在现代社会，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用美颜和医美修补着自己，再用放大镜去审视着别人。这一期我们想聊一聊几乎人人都踩过的坑——容貌焦虑。那么 Riti， 你觉得什么是容貌焦虑呢？你觉得它和普通的在意外貌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容貌焦虑它和在意外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焦虑这两个字。因为每个人其实都会在意自己的外貌，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家在意外貌的这个重点应该是说我们希望自己看上去更好，但是容貌焦虑呢，它就滑向了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情绪漩涡里面，它是被焦虑所裹挟的，就是甚至是有时候是被恐惧所携带的，就是很害怕自己看上去不够好，甚至说是过分的挑剔自己的外貌，对自己的外貌有一种特别负面的认知，好像觉得自己就是哪儿都不好，或者是自己有一个地方就怎么着都不顺眼。我觉得这个是容貌焦虑和在意外貌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容貌焦虑它是导向一个比较负面的情绪，但是在意外貌的话就只是说希望自己看上去更好而已。你觉得呢，野莎？你觉得这二者之间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呢？对，我觉得这个本质的区别也是像你说的一样，他在意自己的外表是为了让自己美美的，让自己干净清爽，然后愉悦自我，是一种习惯。但是就是对于容貌焦虑者来说呢，是心里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不能接受和困扰，也是一种恐惧被他人审视、被他人否定的一种焦虑。主要是焦虑在别人觉得我丑，而不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的。那你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容貌焦虑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这种表现呢？我觉得容貌焦虑最普遍的就是大家现在各种修图，然后发照片就很多人不修图就不敢把自己的照片发出来嘛。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也有这种有这样的时刻。但是很久以前了，可能20出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都会修一修啊什么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一群人里面，就更不松弛了。就比如说在一群朋友，大家一起拍合照，然后有些人他就想一个一个的轮流的修完图才能让大家发出来，我就觉得特别难受。还会因为就是没有满足某个人的需求，然后有可能他就不高兴啊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挺累的。对，我如果我现在的话，我可能就不发了。然后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我身边的就是比较亲近的朋友也都还比较松弛，就感觉大家就是原图发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对，最多就是调个颜色这样子。我也觉得就是有时候原图直出它是比较能够就是真切的捕捉那一刻的一些情绪啊、一些氛围啊和一些感受的，就是很有感染力。以前我也是一个一定要调滤镜啊、调色，或者是就是要修一下脸呢，这个开一个那个特效，就是那个什么轻颜相机啊、黄油相机用的很溜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到后面的话，就是越来越能够接纳自己了，就是怎么讲呢？就看自己也越来越顺眼了吧。是的。所以就用这些滤镜啊什么的就越来越少了。是的。对。但我觉得就是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使用滤镜的这个情况，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体现在社会层面上的一个容貌焦虑的现象吧。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普遍的，有越来越多的人谈论医美啊，然后几乎身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和我讨论过减肥这个话题啊。就是
或许哪怕不是在这个阶段，曾经也会被自己的这种体重所感到困苦啊，我觉得都是比较普遍的。虽然今天我们聊的是容貌焦虑，但是其实这种身材嘛，它也是属于外在形象的一环，所以也可以算是这种就是外在形象焦虑的一种部分吧。你说的医美，就是我感觉现在就是很多人明明就是挺好看的，他还有整容，尤其是有一些明星，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是已经很漂亮了，就是拥有比普通人漂亮很多的外貌，但是他们我觉得是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大家都很漂亮，所以就会让美女们比普通人更在乎自己的外貌，对自己的那个容貌焦虑程度就会越来越高。所以就是很多漂亮的女明星，她就是把自己漂亮的脸蛋还不停的去修了又修，最终就是变得很不自然，我就觉得很可惜。对，我也觉得，我观察下来也发现，就是生活中这些就是长得越好看的女生，她们有时候反而会越去卷外貌，越会发现自己身上一些就是不足的点。像我这样子就是比较普通的，我平时就是有一天发现自己笑起来可好看，我都得乐好几天呢。然后我感觉在不同的文化中，大家对容貌焦虑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在俄罗斯的时候，我觉得那边女孩子也是很爱美的。东欧的女孩子对这个美来说，她们也很卷，她们喜欢做指甲呀，喜欢烫头啊，也会做医美啊这样的。总体来说，我觉得她们在西方人眼里是对自己的着重外貌要求是比较高的，但是我觉得她们拍照啊什么的都还是就是原图直出，都喜欢自然的那种。就是我不知道我是因为在艺术学院还是所有人都那样，就感觉就是我身边的那些俄罗斯人都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拍照拍出非常自然的自己笑的样子啊，他们会更在意照片的质感啊、布景还有光线，但是人的样子都是很真实的呈现出来的。我就觉得大家对美的标准还是比较宽容的，但是我也会发现就是他们的容貌焦虑和我们的这个容貌焦虑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想变白，他们可能就会想要有麦色的皮肤。反正有几个朋友就是他们一到冬天就会很焦虑，因为他们的皮肤就是会从那个夏天好不容易晒的麦色变白回去，他们就会很焦虑，觉得自己看起来很不健康。对，变白是一种苦恼。还有很多人就是不会满意自己的欧洲人的那种大鼻子，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嘴唇会太薄就跟我们焦虑的点还有点不一样。因为中国人可能焦虑的点在于什么变白啊，或者是双眼皮啊、鼻子变挺啊之类这样的就不太一样。对，我就觉得说好像那个西欧和东欧的审美就毕竟都是欧洲嘛，他们可能就更相似一些。比如说现在追求的这种网感可能都是一种比较厚厚的这种嘟嘟唇，然后配那种小巧精致的那种盒形鼻子，然后配一个那种就是有点那种弧系的调系的那种眼睛，甚至是眼角稍微往上一点那种眼睛，感觉是近几年的这种网感流行趋势。但我也特别赞同你刚才讲的，就是如果硬要讲的话，我觉得东欧和西欧肯定是东欧要卷很多。就是我的波兰朋友和我讲说，在西欧它是一个10分，到东欧它就只是一个5分，因为东欧就是真的是从头卷到脚，就是精致到发尖的那种感觉。然后相对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西欧人也有就是比较卷外貌的，但大多数人好像相对来讲比较随意一些。我之前就是在国内和在东欧的时候，对自己外形的条件要求会更高一点，也是受当地的这种社会氛围影响嘛。然后到了西欧之后发现此处西欧就只指爱尔兰哈，我也没有去过很多的国家，就发现大家都很土就土得很统一，然后我自己就松弛下来了，就发现我也可以土一点。对，因为大家很多时候都素面朝天，也不太讲究穿搭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并且
之前可能我在国内或者是在东欧遇到的人种都相对说会单一一些嘛，就比如说在国内的话，就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亚洲人，然后到了东欧那边的话，就是遇到的有色人种会稍微少一点，但是到西欧就发现大家长得都是就是各有各的特色，每个人长得都挺不一样的，就不像说是可以拿来一起比较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容貌焦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的焦虑是产生在比较这个前提上的，要么你把现在的自己跟过去自己的比，发现觉得说自己长得好像长丑了，感到焦虑；要么就是你把自己跟别人放在一起比，觉得别人那么好看，我怎么不好看，产生这种焦虑。但是如果是在西欧，就是在这种各色人种都比较丰富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长得真的都挺不一样的，然后甚至是一些你自己之前的一些审美、一些习惯可能会被打破。就比如说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经常会被家人讲我有一个很扁的鼻子，然后有很小的眼睛，特别是我这个鼻子就是扁，然后扁好像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东西。我曾经为这个事情呢就自卑过许久，就是一直觉得说是自己这个鼻子很扁，然后有时候照相啊什么的，我要把手这样子就是遮一下，倒不是故作神秘，就是想把这个鼻子给遮起来。我一直觉得我的鼻子是不好看的，就是直到我去了俄罗斯留学那一年，然后我发现就是我的俄罗斯的这些同学，他们为自己的鼻子过高过挺而苦恼，然后说我的鼻子小小的很可爱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国内的这个高鼻子在他们这边是大鼻子，是丑的，然后国内看到一些就是小一点扁一点的鼻子，它在他们这边反而是一个小巧可爱的一个代名词。我就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审美就被刷新了一下。后来想了一下，就的确是就包括像我们刚才聊到的他们这边的一些审美标准，就比如说这种超厚的嘟嘟唇，很多年轻的女孩她可能就是都会想去做一下自己的嘴唇，让自己的嘴唇看上去更丰润一些。但是我记得就是在国内，至少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如果嘴唇很厚会被说成是香肠嘴啊，是一个不那么美的一个事情所以就会发现哇，就是美的标准每个人自己心里面可能都有不同的标准，为了这种所谓的特定的标准去为自己的外貌感到焦虑，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不值当的一件事情。第一次到爱尔兰，我觉得我还挺震惊的，因为我觉得爱尔兰其实瘦的女孩很少，就是那种很瘦的女孩子很少，因为她们可能饮食结构比较高油高热量嘛，所以大家都还不是很瘦，女孩就比较肉肉的。但是让我震惊的就是那些女孩不管高矮胖瘦都非常自信。就我们会稍微自己有肉一点有掰掰肉的话，你不敢穿吊带啊，不敢穿那种比较紧身的裙子。然后这边的女孩子就是完全大家就可以再胖都可以穿紧身 legging 或者吊带花裙子很显身材的那种衣服出门。我就觉得这边的人过得很开心，我真的很有被那种他们的这种自信感染。然后我在那边生活了2年多以后，我觉得我也变得很松弛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种松弛是有一点极端的，就感觉他们过于松弛了，于是我也变得土土的。我也就是不想就是我老穿那几件衣服，就不会就是说像以前在俄罗斯的时候，感觉大家都穿的挺好看的，我也想去就是融入他们这个氛围。到爱尔兰就是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极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欧洲的这个两端，西边和东边不同的模样。对，是的，当然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就是稍微做一点补充解释，就是我觉得爱尔兰土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受限于天气了。就比如说在俄罗斯的时候，虽然说是冬天它也下大雪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大多数就是你到室内你把那个羽绒服一抖也就没什么了，然后室内的暖气非常非常的充足，所以大家脱去厚厚的羽绒服都露出那种非常时髦的这种打扮来。但是爱尔兰它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气候情况吧，它全年都很湿润多雨，就是这个雨它是冷不丁的就下到你身上来的，所以有时候你精心准备了一个妆容，然后你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穿搭，你出去5分钟之后就变
变落汤鸡了。然后时间一长，大家就从这种事情上学到了一些教训，就是 OK， 我买衣服的第一要义就是防水防雨，但是大家也知道防雨防水的衣服长得也就那样，就是那几款，然后要么就是那种是的，防雨型的那种小夹克，要么就是冲锋衣，实在跟时尚搭不了什么太大的关系。但可能就因为大家基本上人手都备一件冲锋衣嘛，就大家都是这么土，然后也就没有那种说比较潮流和时尚的压力了。现在就也很期待夏天，因为夏天的话就是有一些潮人就会像蘑菇一样从地里长出来，就是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穿的就是更漂亮一点，更时尚一点，就是出来逛街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英国人就是把这种不好的天气和时尚已经就融合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就发明了一些防水的风衣啊，像他们 Burberry 啊那种，就是变成了一种时尚潮流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就是经济发展情况也是有挂钩的。对，刚才我们也聊到，就是说这个东欧它的这个容貌焦虑状况和西欧有一定的差距。那也是你会觉得就是经济发展和我们这种容貌焦虑会有一定的关系吗？我觉得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觉得就是世界上经济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并且是那种超级大城市，像东京、上海伦敦、纽约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对于这种容貌来说是很卷的地方。我去过的地方里面，容貌焦虑最严重就是日本，其次是韩国吧，韩国首尔，其实我觉得就是打扮的干净整洁、赏心悦目是一件好事，但这两个国家的女孩子，我就发现她们不仅仅是干净整洁，她们会打扮精致到头发丝，甚至我在日本就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女生就是头发颜色分层的情况，就是染发以后就是稍微长出来一点就会补发。我的天呐！你看起来很赏心悦目，但是你想着你每天都要去卷头发，每天长一点出来你就得染啊，这种我就觉得感觉还是挺累的一件事情。我感觉他们每天花费非常多的精力在这个上面。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对于自己这样是没关系，但是我的感受就是在这些地方，就是我听到有人说，如果你不化妆不这样打扮好一点出门，就是一种对别人的不礼貌，或者别人会觉得你看起来很邋遢。这个日本和韩国是非常在意别人看法的国家，是我觉得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绷感，因为他们是比国内的话在亚洲发展的比较早一点嘛，整体的就是平均的经济情况会比国内好一些，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这个跟经济情况是肯定有挂钩的，但是也跟文化有关系吧，因为国内对好像对于女性来说没有那么物化女性，在这两个国家就是物化到了一种程度，就是感觉女性是还是一种男性的附庸的那种感觉。从你的描述听下来，感觉就是日本和韩国的女孩子，她们对于维护自己外貌的这种精力付出的很多。对，但我一直都觉得，就是爱美这个事情，其实更多的是有利他性吧。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你把自己拾掇的特别好，其实是别人看起来很舒服，就是顺了别人的眼嘛。有时候我也在想说，就是很好的去装扮自己、打扮自己，有时候的确能让自己的这个心情焕然一新，但是有时候就是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就觉得还是挺不值当的。然后就是刚才提到说经济发展和容貌焦虑的这个是否有一些关联，我也觉得是有关联的。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是，就比如说我自己感受到的是，在一些经济已经很发达的城市，他们会出现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在意的人超在意，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精致到头发丝儿，然后全身这个穿搭都很讲究。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就是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超级不在意，他就是可能已经是一些很富有的人了，然后他自己已经有很多的财富了，但是他自己上街就穿一个这种超市理发的一个 T 恤啊，或者怎么样。广东我观察到这个现象，也觉得
有十栋楼收租的阿伯。对，我想我想到是像美国或者是一些就是像一些北美的这种国家，他们虽然也是一些比较老牌的这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但是就是既有像好莱坞那样子就是一些光鲜亮丽的人群，但是也有一些就是随便出去就随便抓上什么然后就穿着就出去的人，我觉得有这样的分层也挺好的，因为会让大家感受到更多选择的自由和就是穿自己爱穿的一切的这种空间。是的。那 Riti 你以前都是为什么容貌焦虑呢？你有过这个容貌焦虑的时刻吗？你大概什么时候就是有过？哇，我可是容貌焦虑的老手了呢。是吗？就是对，我觉得我应该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就是容貌焦虑在青春期到达一个顶峰，但是在那之前就已经有一些这种铺垫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一起玩这个画笔嘛，然后有一个孩子头那样的，他就会决定说最好的这个蜡笔的这个颜色给谁，然后他当时他觉得最好的这个颜色就是红色，然后所有的人就很快的赞同了他，我们就共同决定说红色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一个颜色。当时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但是后面再回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有时候美是被别人的这个标准所塑造的，就哪怕有些东西我以为是我自己觉得好看，但其实是被环境所潜移默化才会觉得这个东西好看的。然后到上了对，特别是我觉得像女孩子嘛，从小大家会搞一点不同的小裙子穿，然后搞一个不同的发型，就是大家注意到这些区别之后，倒不说是攀比或者是比较吧，但是大家就能看出来说，哎，你今天这个裙子我挺喜欢的，我觉得很好看，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从小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还有加上各种的这种环境告诉我们说，哎呀，女孩子就是很爱美啊，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对自己的外貌有察觉了。我记得是小学的时候吧，就大家就已经开始会讨论说，哎，我们班上哪个女生好看，哪个女生怎么，就是大家会对外貌已经有一些这个议论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意识到，我和他们口中好看的女生长得就是天壤之别。我没有一个很大的眼睛，我没有浓浓的眉毛，我没有很高的鼻梁，我也没有说是那种就是瘦瘦小小的脸，我也没有浓密的头发。可能是在青春期稍微之前一点，我的这个自卑就已经开始了。再加上我从小就不是一个说是很这个怎么讲呢，身材很细瘦的一个女孩吧，一直都是挺敦实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对自己的这个外貌有一些很深切的不安。然后到了这个青春期呢，就达到了一个顶峰。因为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大家是比较流行看言情小说嘛。言情小说里就会对这个女主角有一些比较细致的这种外貌上的描写，就是写这个女主角长得多么的好看。然后呢，一读那个描写，发现哇，跟自己也是毫不搭边。再打开电视看看，电视里面那些人都很好看，也是跟自己毫无共同之处。内心慢慢的就会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好像就觉得说自己长得有点丑。青春期的话，到达一个顶峰，其实有另外一个事情助力，这个事情就是我的家人。因为我其实觉得就是青春期少女抱怨一下自己的外貌，或者是对自己的外貌有不满之处挺正常的。但是呢有一次我和我自己的家人在抱怨外貌的时候，在和我父亲抱怨外貌的时候，他非常认真的和我说，你的确长得就是不太好看，但是没关系，等你以后考上最好的高中，考上很好的大学，我出钱给你垫一个你的鼻子。Oh my god， 人生的第一个暴击，真的很可怕呀！就是当你的亲人都觉得你是可以整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长得真的是一定很丑，对不对？你爸好失败的一次鼓励，就真的很失败。然后从那以后是的，从那以后我就对自己的鼻子，哎呦，特别的在意。然后后面又大家贴那个什么双眼皮贴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反正就是容貌焦虑就一直裹挟着我。然后
甚至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说自己完全就不焦虑了，有时候还是很在意，就是自己在照片里看上去好不好看，然后自己就是外面的就是自己外在的这个状态上不上镜啊什么的。但是真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事情我一辈子记得，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我父亲让我去垫鼻子这个事情。我觉得你爸爸也是从他的那个成人的角度，就是逗一逗小孩，让你不要焦虑，没想到这么的失败，反而让你焦虑了很久。希望如此吧，但当时的确是加剧了我的这个容貌焦虑，我只能说。那野莎，你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也遇到过一些就是像这样子容貌焦虑的时刻呢？我肯定也会遇到过，因为我是自然卷，就从小就是非常卷的自然卷。我从小就是对自己的头发非常不满意，大家都有一头黑长直，但是我的头发永远都是绒绒的，尤其是扎上去了以后，可能早上我妈给我扎的特别的紧，然后用水给我抹得很平，但是一到下午我就变成金毛狮王，就是炸开了。就因为我的头发很多人就是给我起外号叫什么卷卷，叫金毛狮王。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很伤心，但是我就是觉得那个头发卷就看起来整个人就乱糟糟的，不会很精神。就我很羡慕那种顺溜的头发，从小所以我从小开始，可能从小学2、3年级开始，我就一直拉直我的头发，就每半年就去拉一次，就变成了我的一个日常 routine。从2、3年级就开始吗？对，反正我妈也挺支持我的，但是反正我就记得我就是每次去拉头发，我以前那种可能没有现在这个技术这么成熟，就是你一拉头发长头发你要做差不多5个小时才弄好。哇，虽然如坐针毡，但是我在那里都能坚持拉到最后，就是为了我自己有一头直发。但是你每次那个头发一长出来，就前面就短的头发又变成卷的，后面是直的，你就更难看，就很奇怪。于是我那个拉直的频率就越来越多，可能1年拉2次或者3次这样。就是长大到可能大概高中的时候吧，高中以后我好像就没有怎么拉过头发了，甚至我好像后来我自己都可以自己买那个药水就可以拉头发，因为这就变成了一个对我来说很稀疏平常的事情。直到我上大学了以后，我发现去俄罗斯了以后，大家都是卷头发，然后有的人是卷，有的人是直。有的人是那种就是那种爆炸卷，就是有的俄罗斯人他是那种爆炸卷，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头发都挺自信的，每个人发色也不一样。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就对我的焦虑减缓了特别特别多。那个时候后来我就感觉我更接受自己了，后来我就不怎么拉头发了。不拉头发了以后，我发现我的那个发质其实挺好的，然后甚至现在的审美大家就是改变了以后，就是对于这个自然卷来说，大家好像还挺羡慕这种自然卷的，就是说我们这种卷发根本就不用去烫，直发的人还想烫卷。是的，并且这种天然卷的话就是很显发量，并且有时候就是近2年不那个羊毛卷又流行回来了嘛，就感觉有时候自然卷还挺像那个羊毛卷那个风格的。我觉得应该现在想，这不是一个就是缺陷，而是给我的一个不同点，特色，区别我跟普通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礼物吧。我觉得上天给我的。是的，就是刚才我有聊到就是我的那个容貌焦虑的一个顶峰嘛，然后和野莎一样，我大概也是就是在留学之后或者是在见到就是各色各样的人见了更多之后，我的容貌焦虑自然而然的也就下去了。因为真的发现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你自己眼中一些可能你自己不太喜欢的小特点，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它是视作珍宝的。然后后面我想一想，我的眼睛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呢它起码就是也有神，然后笑起来也弯弯的，并且它能够帮助我就是很清晰的看到这个世界。我的鼻子虽然不高，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它就是一个可爱的标志并且我觉得能通气儿就好了，2个鼻孔没一个堵的，我就觉得挺开心的。对，然后
然后自己脸上的其他特点呢，我觉得也是，就是可能随着年纪稍微增长一点，然后人更成熟一些吧，看自己也就越来越顺眼了，就是越来越能够就是坦荡的去真实的去接受自己本真的一个面貌了。我就觉得在18、9岁、20出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的三观正在形成的阶段，那个时候你就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别人觉得你怎么样，有时会很影响你很久，或者是让你很内耗。但我好像觉得就是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后，某一个时刻开始，我就非常接受自己了。我现在真的就是完全不在乎别人对我的外貌想法了。我觉得就是你对我的想法是你本身的映射，和我本身是什么样子是没有任何的关联的。对，我觉得其实我现在至少在外貌上我还是很不卑不亢的，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大美女，我也知道自己我其实一点不丑，我就是很正常的长相，没有什么特别的缺陷，所以外界的评价好像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可能就是还是会觉得我有点胖，这种顾虑就是源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健康，就希望从健康啊或者是愉悦自身的角度来说，可以想着能够再进步一点。但是我现在就是不太会介意别人对我的想法了。而且我希望我在其他事情上，就是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我也希望我可以就是改善，希望我能够减少别人对我的看法的一些焦虑。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是同理的，就是你足够了解你自己，就是很确信你自己的内核的话，就不会再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了。对。也是啊，听起来的话，我觉得你对自己的这种外貌已经非常的自洽了，可能就像你说的，你可以不那么去在乎别人对你外貌的这个评价。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比较欠抽，他就是比较不礼貌，他比如说就是你收到一个评论，或者是一个认识你的人直接都到你的面前来说，我觉得你哪个地方长得不好看，直接说出你容貌的这个缺点，这会对你造成一种伤害吗？就我身边呢，正好就有过这样欠抽的男性朋友，就是他们其他方面都还可以，但是偶尔就是会丢出一句啊，你的脸看起来好方呀，好宽呀，你调一下脸，整一下容可能会更好看。好过分呢。还好了，就是因为是那种朋友嘛，就是你没有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异性来看待，所以就觉得就是朋友之间调侃，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还是会在意的，但是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因为在他们眼里我好不好看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果是伴侣，就是如果你的另一半要是丢出来这样的话，会说你丑啊，或者是哪里不好看，或者你的衣品不好，那我肯定是会有一些失落的如果是以前的话因为你更在乎对方，对朋友来说你没那么在乎他，所以就还好。但我的内心是对这种人是有一些成见和鄙视的。我会觉得我靠，我有这么多的优点你看不见，你就只能看见那些微不足道的那些外貌，用外貌来控制我的这个情绪，用外貌来踢翻我的全部的价值和优点嘛。就是如果现在一个男的要是以这种价值观来和我谈恋爱的话，我真的就是可以立马跟他拜拜。至少在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以男性主导的这种社会，很多男的就是他会不由自主的带有那种审视一个女生的这样的目光，就不管你是一个他的朋友还是说是他的什么，他还是会有一些男性就还是会在他的心里面就是评判你一遍，有时候甚至不小心就说出来了。我觉得朋友之间的话就还好，但是如果是选择伴侣的时候，一定要是对方热爱我那些真正的闪光点，然后从精神层面上去交流的话，我可能才会跟他就是很好的产生一段关系，而不是揪着我那么
不那么出类拔萃的地方跟我过不去的那种人。这种人可能我就是可能会从源头上我就切掉和他的关系。对，我是觉得外貌只能是一个人的加分项，不能是评判一个人的非常重要的标准。那 Riti 你有过什么就是别人说出你容貌缺点的这种经历吗？你觉得会对你自己的自我认同和心理健康产生一定影响吗？有哎，就是跟你一样啊，就是能做出这种行为的大多数都是一些男性嘿，就是比如说一些男性的长辈啊，或者是一些男性的同事或者是同学也好，他们会就是直接过来告诉我太胖了需要减肥，我会非常的莫名其妙，我会觉得首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其次你有什么资格呢？我不太喜欢就是这种行为，就不限男女哈，就如果哪怕是一个女性。他直接走到我面前说，哎，我觉得你这儿哪儿不好看，你应该怎么样的，我也不会觉得说他是出于善意的。首先我会觉得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挺不尊重人，挺没有礼貌的。因为你去评判别人的话，其实有一个预设，就是你对别人有看法或者是有想法，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大多数人可能自己在心里有一个看法也就过去了。但我自己观察下来，就是那些忍不住，或者是那些不想忍，硬要舞到你面前来，就是跟你这样去说的人，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觉得他好像就是位置要比你高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多少有一点优越感的，让他觉得说他有这个资格来对你发表一番这个评论，甚至是打着一种为你好的这个旗号。但遇到这样的人的话，就是毫无意外的，我要么就是当面怼回去，要么就是默默的就直接就把这个人从我生活中去剔除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为就是很不尊重我。但是和我就是要交流啊，或者是当朋友的话，我觉得彼此尊重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这种前提吧。所以就是虽然说之前有一些这种不愉快的经历，但是都在我比较耿直的回怼之中就消解掉了。但容貌对自己的这种认同和心理健康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这种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形成的很全面，你自己在一个比较摇摆或者动荡的过程中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被外界的这些评论所影响。特别很残酷的一点就是外貌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像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能力你是可以短期内可以进行一些改变和提升的。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词汇量不丰富，那我可以就是近期密集的进行一些阅读，很短的时间内你就可以看到提升。但是外貌贩卖你给你的这种焦虑，它的确是想让你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可能是就是想消费你的容貌焦虑，想你懂的，就是想贩卖容貌焦虑，然后来给自己增加一些这种经济价值。它不是一个说是利你的行为，它是一个利他自己的行为。如果你在自己内核不那么稳定，然后三观不那么成熟的时期，遇到一个天天给你渲染你的这个容貌焦虑的这个人，他对你整个人的自我认同和身心健康影响是会很大的。然后如果就是大家遇到我刚才讲的这些人的话，真的就远离就好了，真的不要理他们，要么就怼回去，要么就默默的离他们108000里远。因为不管他怎么说为你好，但是其实就是我觉得根本上来说，他的那些话是没有必要就是跟你讲的。野山，你觉得是不是我们女性会要比男性更容易被容貌焦虑所困扰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女性在历史上长期都是被当成一种观赏对象，就是被物化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女性的容貌焦虑起源就来自于男性角度的审视。就反过来说，女性其实也一直都很在乎男性的视角，对于很多男性来说已经形成了习惯。很多女生呢也因此被 PUA， 甚至被自己 PUA， 有些女生还会用这种畸形的标准去再去 PUA 其他的女性，因为已经默认这个女性就是被物化的对象了。但对于女生来说，你们自己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吗？我觉得最可怕的点就是在于你自己不坚定的了解自己，认可自己，别人的一句话就能把你的那堵墙给击碎。其实好好的想一想，别人的想法就算什么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很多人成长中的必经的吧。但我非常庆幸，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就是已经开始觉醒，并且摆脱起了这一类的桎梏了。
就我希望新时代的女孩子们，新时代人们啊，尤其是女性，就是能够自然而然的把这种想法就变得理所当然，而不是要通过觉醒，通过这个教育，经历一些就是事情被伤害了以后才知道这个道理。那你觉得就是男性，你刚才提到说女性更容易被这种外貌焦虑所影响，那你觉得现在男性是不是也会有这种焦虑呢？就是你的观察来看，他们有没有也有一些这种卷外貌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男性还好哎，我觉得男性取决于你是不是直男。很多直男他们就是天生不知道这个东西，他们也从来就是没有被什么女性审视啊之类的，他们就是不太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对于一些就是比较精致一点的男生来说呢，可能也是会有这样的焦虑吧，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如果大家都很潮都很这个的话，有一些人他喜欢去就是让自己外貌变得更好看的人，我觉得也是有焦虑的。但是比起对于女性来说，真的是不值得一提。的确是。我也有同感，就是我会觉得说女性相比起男性可能更容易受这种容貌焦虑所影响。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好像从小就是被灌输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女性爱美，女性该美，好像女性美就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如果你不美好像就是好像打破了这个规矩，做了什么不太对的一个事情一样。但是男性的话，他自幼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从来没有一种从来没有一个这种说是人会去教育一个男性说你从小就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哎，你一个小伙子怎么不漂漂亮亮的呢？你一个小伙子也不拾掇自己，搞点口红啊，提气色呀，这样的话就是只会对女性说。对，所以我也是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觉得女性的这种所谓的爱美啊，或者怎么样，很大程度上是被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所规训之后的这种后果。男性的话，他没有接受过太多这样的规训，所以他对自己容貌的这种在意度会稍微少一点，并且他们真的很容易，就是有时候平时蓬头垢面的一个人突然洗了个澡，精神一点，然后穿了一件就是比较得体的衣服，很容易就会受到赞美了。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卷的这个门槛可低了，就稍微拾掇就很容易就出成效了。但是女性来说，就是卷到天上去了，就是又有一大堆小美女、大美女，就是也就那样子而已。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卷外貌是一个性价比特别低的一个行为，就是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当然，我也观察到，就是近几年呢，这个男性爱美就是男性还是慢慢的有一些这个爱美的这个意识了。可能在国内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像日本跟韩国，觉得他们有一些男生也挺追求精致的，也挺注重这种穿搭呀，或者怎么样的。甚至会小化一点妆，画个眉毛出来。对，就应该男人卷，我们女性这个外貌都卷多少年了，咱们歇一歇，让他们先卷起来。就希望有一天，就是咱们出去也可以在那儿，就是进行一些女凝，对一些男性进行女凝。哎，他今天这妆不行啊！你看这小伙子这穿搭功底不对。对，我就觉得这样应该也挺有意思的。那 Riti， 你心中有一个对美的标准吗？你觉得一个好看或者是美的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呢？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标准了，因为我意识到，就是我之前所有的这些对美的看法和标准都是被塑造过的。就比如说从小以来是别人先告诉我说觉得这个人好不好看，然后我自己才慢慢形成我的看法的。哪怕大一些了，也是在不停的受这种社交媒体啊，或者是就是一些电视啊、网络的这种影响，让那些所谓的好看的人，他的脸推到我面前，好像是他们想让我觉得这个人好看，然后慢慢的这个标准真的就成了我的标准一样。但现在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不是真正的我觉得他们好看，只是说好像他们更符合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审美的标准而已。于是近几年我就有意识的在塑造自己的一个标准吧。后面发现我真没什么标准，我顶多就会觉得说，一个人如果他这个肤色红润，他这个人看上去很开心，他看上去就是好像每天都乐乐呵呵的，我就会觉得这个人特好看。
现在想一想，真的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一种审美理念的，就是小时候奶奶们喜欢看到这个孙女乐乐呵呵、白白胖胖，然后那个面色红润的样子，觉得那个孙女可好看了。之前我特别不理解，我现在理解了，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很自然健康的状态，眉头舒展，衣着干净清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就是笑意盈盈的，这样的人谁会觉得不好看呢？对吧？对于比起外貌来说，我觉得面相是一个更给人提分的一个项目。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可能世俗意义上非常漂亮，但是他面相可能有点凶，有一点不是很就是柔和，你也会觉得跟他有距离感。但有的人就是他可能就长得很普通，但是他的面相就是很好，就感觉很有亲和力这样的人就感觉你更愿意去靠近。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身边的每一个女生都很漂亮，就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或者是就每个人都挺漂亮的。我经常就是夸我的朋友，你好美，你今天真美，你好漂亮。就是有一些平常可能没怎么被夸过的女孩，就是可能会觉得比较害羞，或者觉得有点就是有点过了，有点 overwhelm。但是我就是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就是很多女孩就是很美啊，就是只要是你找到了自己合适的打扮，然后你的人是一个清爽的人，有自己特别的这种人生智慧，是一个拥抱文明和进步的又很有自己个性的人，这样的女孩子我觉得就是可能外貌普通也不会觉得难看，而且你会觉得她越来越耐看，就很好看很好看。是的我非常的同意。我也是觉得自己的每一个朋友都长得特别美，就是特别好看，是真的是发自内心这样的感觉的。后来我意识到，我可能喜欢的这种美就是一种自信的美，舒展的美，愉悦的美。就是我以前老说我好像我们学校的女孩子都挺好看的，然后有一些朋友就是尤其是男的，就是男性朋友就说你的审美就是很不好，你怎么觉得大家都好看呢？但是我还是挺自信的，我就觉得我正是因为这种审美就是很包容很多元，所以能够欣赏各种各样的美嘛。而且我就是相信大部分人是更看重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大于就是说他的外表的。就比如说最近这播客界的这个很厉害的杨天真，他的播客在1年左右就已经粉丝破100万，而且他那个情商课也是卖了差不多有1万多份了。如果大家就是光第一眼看他的话，可能从物化女性的角度来看，她肯定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她可能有一点胖啊，或者是五官没有就是像刘亦菲那么精致啊，但是她现在也是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认可。我就觉得大家都是有眼光的，大家都是很慕强的，就是喜欢杨天真是因为喜欢她的这种颇具魅力的灵魂，就是他还有他这个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就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过多的在意他不够瘦或者是不够漂亮。所以这个美这个字本来就是很多元的。我觉得中国人是很喜欢做阅读理解的，做阅读理解我们也知道就是不能从字面意思上去解读去理解文章嘛，应该去从内核去剖析文章。交一个朋友就是认识一个人，你也不能光是看他的一个外貌的。今天其实我们聊到现在我们聊了一下什么是容貌焦虑，然后也有一些关于自己容貌焦虑经验的一些分享。那么在最后我想问一下野莎，就是你对于减轻容貌焦虑有哪些建议呢？因为我们的听众有一些可能也还是正在被这个容貌焦虑所影响着，你会给到他们一些怎样的建议呢？永远都要以自我的角度去就是观察自己，然后去优化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等你成为了一个你觉得你是一个不错的人之后，然后一定要坚定的热爱自己，相信自己，就是不要被别人的评价所动摇。我觉得就是
了解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事情啊。那 Riti 你还有一些补充的建议吗？我想补充的建议大概是有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的话，我就是会想和大家说，就是外貌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然后甚至我们人类生下来，我们就和其他的这些动物一样，生下来其实本身的设定就应该是我们不注重自己的外貌的，因为我们的眼睛长在自己身上，如果没有一些外界的器物的这种辅助，比如说镜子呀、摄像机啊什么的，我们本来就应该是看不到自己的脸的。然后我们看到的应该是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他人，所以我们完全不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然后来把自己 judge 一番，来凝视自己。我们应该更注重去看到这个世界上其他方面的美。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关注别人的外貌，去 judge 别人，因为我发现就是在意外貌，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理念。当你在意别人的外貌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去在意自己的外貌。我的这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去观察别人，但是你可以把重点放在就是别人比较好看的这个面上，放在别人的优点的这种面上。当你更容易去发现别人优点的时候，你也会更容易发现自己的这个优点。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具体的建议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对容貌焦虑有一个比较直面的点，就是他不太能够接受自己真实的看起来的样子，因为我们照镜子的样子和照相显示出来的样子是挺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可能看自己看镜子里是习惯了，但是每次出一张照片出来，他会觉得说啊，我怎么长这样，然后就会开始修图呀，开始调滤镜啊，或者怎么的。然后然后这里我有一个比较质朴的建议给到大家，就是以后发照片的时候可以尝试就是多发一些自己很快乐的时候的自拍。你要知道你留住的是那一刻的情绪，你发出去别人看到的是你的那一刻的幸福与快乐。你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至少这个方法就是帮助了我很多。我以前也是有很多修图啊或者是加滤镜的行为，但是到后面就是已经习惯就是出一些原图直出了，那些时刻就是真正捕捉到我想分享的这种氛围和情绪。然后我会发现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别人看你好不好看这个东西根本就对你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而且就是可以换位思考，看朋友圈的时候你会特别在意别人的那个照片上是什么样子吗？我觉得大部分人也就是看一眼就可能忘掉了。所以其实你照片发上去更多是在记录你自己的一个生活。其实可能别人并没有那么太在乎你。你也可以不用那么在乎别人。